这位是真度冰雁，假李玉壶；这位是真李玉壶，假度冰雁。这阴差阳错，将错就错，还真是奇妙啊！对，妙得很。冰雁姐，你可以把它写成戏本子呀。每天为了掩饰，处处作假，吓都吓死了，哪还有心思写什么戏本子呀？你们那边是真刀真枪，惊心动魄；我们这边是暗流涌动，诡计多端。不过，好在大家都找到了各自的归宿。哎呀，小巧姐，你怎么来啦？探子来了。小喜啊，哎，老太君让我来送些点心。小巧姐，老太君大夫人那边的事都得你张罗，这里啊有我小喜呢，就不劳你费心照顾了。是老太君非要让我来的，瞧，让我来送些点心，说兄妹妹夫在一块聊天，得好好聊聊。小巧姐，把东西交给小喜就好。是。三少奶奶，可是老太君吩咐了，说是你们年轻人在一块聊天，他来不了，就让小巧我呀在一边伺候着，好好照顾您和杜公子呢。哎，兄长，此次你来林州，我跟冰雁都没能陪你好好玩玩。哎呀，妹夫不必客气，此次来林州行程匆忙，能见到妹妹一面，已经是不枉此行了。冰雁可是在我这儿经常提起你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仪表非凡啊！那是当然，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，见他从学馆里回来的时候，我就比了比，我兄长可是一表人才。哎，冰雁呐，不要乱说。天磊兄，我这妹妹自幼就心直口快，你呀多多包容她。冰雁呢，你昨晚不是跟我说，这天磊兄虽然出生在富贵之家，却毫无骄奢淫逸之气吗？这可是你的福气啊，你呀要好好待他才是。我可没这么夸他，他这样子还是因为他那仙风道骨的师傅。说的倒是，也多亏了我那师傅的谆谆教诲。怪不得天磊兄眉目之间有一股正气，果真是妹妹的良配夫君呢。可我这位良配夫君总是让人欺负。兄长，你可真是见微知著，说的话都是金玉良言啊。我呀也有一位师傅，他跟我说，这人世间姻缘最重要的就是情字。我看天磊兄和妹妹情意绵绵，实属是天作之合呀。兄长不愧是才女。才女们各自思量，人人爱慕的睿智男儿。兄长，希望你早日和你的心上人相聚。冰雁，兄长还未向老太君辞行，咱们也还没跟岳父大人好好的聊聊天呢，要不咱们就到这儿。请。老爷请。好，好，好，来，都来请。好，你也请。
老爷喝茶。杜老爷辛苦，请用茶。好。哎呀，小喜昨天把你们齐家的事情都跟我说了。哎呀，李小姐啊，你替冰燕到林州冲喜，真是太难为你了。不，杜老爷不辞辛苦从扬州赶来林州帮助我们才感激不尽呢。哎呀，不客气不客气啊。哎呀，我跑这一趟，你们也没有让我做亏本的生意。你看啊，我嫁出去1个女儿，收回2个女儿，还带回2个女婿，我这里里外外啊，可是翻了一番呐。爹爹这讲的可是生意经呢。小女见过爹爹。哎，请起，请起。那小婿也叩见岳父大人。哎，好，请。哎呀，我这真是唱了一出精彩的好戏呀！哎呀，真是不知道我那将军女婿事情解决的如何了。岳父大人，请放心，师傅师娘他们回来之时，已传来消息，危机已经解除，现在静待圣旨即可。圣旨到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定北侯原部区此番平定边城战乱，功不可没，实乃我朝栋梁。朕本欲招为驸马，但原部区已有婚约，故撤销前旨。校尉沙平威少年英武，救助公主于危难，故沙平威晋升为副将，命你2人即刻准备，于下月初10之前回京，商议与藩邦议和一事，事关重大，不可耽搁。钦此。臣接旨。恭喜2位将军，老臣告退。评委，你先赶紧去京城，我去扬州把你嫂子接上，咱们京城见。好。大哥，我在京城等着你和嫂子。好。哎呀，天磊啊，在府上住了多日，多谢你们的关照啊！哎，不麻烦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先告辞了啊！爹爹保重。岳父，恕不远送。好。玉虎妹妹，一定要记得，人之内心皆从书中来。你跟天磊兄定要照心相伴，恩爱相合才是。我知道了，你也是。和你家那位有什么，记得告诉我。我会的。告辞。保重。保重。
两位有什么事情吗？请问这是杜志祥杜老爷家吗？是杜老爷家，可我家老爷出门了，不在府中，你们改日再来吧。哎，杜老爷不在，那不知你们家小姐可在？也不在，老爷和小姐一起出门了。那不知道杜老爷和你们家小姐何时回来？何时？这我也不知啊。我家老爷去林州了，好远呢。林州？那杜小姐去林州是去做什么？去林州还能做什么？去了林州的齐府，我们杜家跟齐家可是亲家。哎，走吧走吧。不对，林州肯定有大事。冰燕上做花轿，可嫁对了郎，不可能平白无故去林州。莫非齐家那边发现那个杜冰燕是假的，不肯罢休，非要冰燕嫁去林州？将军，那这可如何是好？走，去林州。将军不可，皇上的圣旨要求您下月初10之前进京，现在离初10只剩下3天时间了。若咱们快马加鞭，日夜兼程赶路，还可在3天之内到达京城。可若再去林州，怕是要误了议和的大事，万一皇上追究下来，担待不起啊！可是夫人，将军，夫人去了林州不一定就有问题，不如我们给夫人留下一封书信，将您进京之事详细告知，夫人也可安心。只能先如此了。春风绵绵拂一叶扁舟轻轻，雨打芭蕉不及耳边的叮咛。一座城，一声情，一曲相思锁一心。梦里桃花片片散落奔月明，烟雨伴随扬州行，一人撑伞两肩并，花瓣飘零，许你满天深情。烟雨无声人有情，不负老爷小姐你们回来了。老爷，刚才有人找过你们，跟着他的人叫他什么将军。将军，那他人在哪儿？嗨，我把他赶走了。什么？你这个不长眼的东西！你知道那是谁吗？那可是原部区袁大将军，你小姐的夫君，本老爷的女婿。老爷，我不知道，老爷，你也没早点和我说。你快去打听！我跟你说，不把将军给我请回来，我饶不了你！是，哦，老爷，这是将军命人送的信，说是接个小姐的。女儿啊，我那将军女婿信上说啥了？将军说，圣旨命他出10之前进京，他来不及见我，便入京了。走了。哎呦，我这还想跟他喝一杯酒呢。爹，我要去追他。公主，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怎么了？怎么闷闷不乐的？生气了？你说，你刚刚出去那么久，干什么去了？嗨，我去马厩喂马了。喂马？你为什么要去喂马呀？
那是下人做的事情，不是驸马做的。我现在又不是驸马爷。再说了，马最通人性了，在战场上，他就是我最亲密的伙伴。你爱他，他就爱你。我不管，反正你不许爱马，只能爱我一个人。我就是实话实说嘛。你是金枝玉叶，那我也是堂堂男子汉啊。大不了我就怎么着？我就先回军营了。你敢？你要敢这样，我就找人砍了你的头。哦，砍头啊！我真不怕砍头。我小的时候10几岁就跟着袁大将军在外面驰骋沙场，几十次出生入死，随时都有可能掉脑袋。但是，我说句真的，如果我的性命真能丢在你手上，那却是比死在敌人手里强得多。为什么我说砍你的头，你一点也不怕呀？因为我说不出口啊！啊？什么话说不出口啊？你说。因为我哎呀，这种话怎么能随便说得出口？说不出口就是说不出口。不行，你必须说，今天你必须说。因为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喜欢的睡不着觉，我心里都是你。我现在清风落嘴角，吹来愁绪红尘飘，一地思念纷飞后燃烧。我要在青叶出逃，借月光皎皎，捕捉你的笑到天涯海角。雪上夜色千万飘，和着思念熬出缕缕青丝之间绕。奶奶，您找我。来来，坐下坐下。小巧，这没你的事了，你先出去吧。是。记住，把门关上。是。奶奶，您是有什么事要吩咐我吗？对，天磊啊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。您说。我记得你曾对我说过，要把齐家的大事抓在自己的手里。我想了想，不无道理。你说眼下我们最应该把什么事情先抓在手里？奶奶，孙儿认为最应该收回的便是那14家商行的账。天磊啊，奶奶近来看你的气血日渐旺盛，精神也很好，所以我想让你和世昭共同经营我们齐家的商铺，可好？奶奶，孙儿认为眼下不宜与表哥一同理财。为什么？表哥是个精明的人，奶奶若是要管账，表哥定有所察觉，只怕他会做出一些其他事情来。他还能做出什么其他的事情？奶奶，这些年来，咱们齐府的人死的死，哑的哑，病的病，就连孙儿喝下的药里都有人下毒。孙儿其实什么都不怕，最怕的就是那人，那口蜜腹剑、佛口蛇心的人。奶奶若真想收回那14家商行的账，咱们就必须先把那伪善的恶人揪出来才行。停！我知道你想要说什么。
给奶奶点时间吧，让我好好想想，好好想想。少爷，你找我啊？坐。啊，我站着挺好的。我让你坐你就坐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如今这什么德行啊？少爷，小的事儿没办成，有脸没处搁啊。王胡子，我如今有一个能够让你将功折罪的机会。打开。只要你能够将此事办成，这些你全部拿走。少爷，你说真的？千真万确。嘿，小的为你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我既不会让你赴汤，也不会让你蹈火，这是一件极其容易办的事情。什么事儿？我需要你去齐天磊他们的房间，把这毒针插在床上。少爷，他那个房间的门锁的可严实，根本进不去。没事，好办。这个盒是……别动，仔细着点，否则连大罗神仙都救不了你。这是我花了大价钱买的，剧毒无比。王胡子，此事你要伺机而动，切不可肆意妄为，万事要仔细点儿，记住没有？记住了，放心吧，少爷。喂，老太君让你协理管账，这正好可以夺回齐家的财权，你为何不干？等抓住那豺狼再说。抓住豺狼可以啊，但这账你也得管呀。玉虎啊，你不是说你以前最瞧不上那钻进钱眼里面的那些人吗？那我齐天磊定然是跟你想的一样的。那你不管谁管啊？我呢，已经有看上的人了。谁啊？明日带你去见他。燕生，来得正好，快来帮我。我跟你说的那个人呢，你自然是见过的。是谁？你又不告诉我。到了你就知道了。走。那我不去了。哎，走了走了。到了你就知道了啊，一会儿就到。那你快说呀。到了你就知道啦，快快快，走走走走。我不去了。听话。走了。
看见了。燕生，小心些。哎，燕生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三少爷，三少奶奶，你怎么到这儿捣药了呢？爹娘走后，店里没有帮手，燕生就过来帮忙了。哦，怪不得平时在府里见不到燕生，原来是跑到这儿来捣药来了呀！原来是跑到这儿来了呀！哎，燕生别走啊！害羞啦？这丫头。小姑娘，小姑娘，你不去办柯少爷交代的差事，来我这儿躲什么闲呀？这不是正办着柯少爷交代的事吗？柯少爷总是交代了，如果有什么不明白，就来找小巧姑娘。我这不是来找小巧姑娘帮忙来了吗？这里边到底是什么呀？这里边是毒针，可以弄死人的。快收起来！这，小巧姑娘，你帮帮我吧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，帮帮忙啊！哎呀，好了，我知道了。谢谢小巧姑娘。小喜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小巧姐，我找你半天了，走，到我屋里去一趟。啊？什么事啊？我这绣花呢。我就是为了绣花这事来的。那个老太君让我绣一幅富贵花开，我说让人小喜绣吧，人家扬州来的，是刺绣高手。可是老太君硬说我是想偷懒，非得让我来绣。你说我这手艺，绣出来的东西哪能上得了台面呀？你这回可一定得帮帮我呀！你哪怕在旁边指点指点我也行啊。现在不行，我啊还得帮三少爷和三少奶奶看屋子呢。哎呀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哎，你瞧，哎，这门都锁着呢，能有什么事儿啊？走吧，走吧。小喜，我可就指望着你了。你又聪明又能干，我不向你请教，向谁请教啊？快走吧。
您的药。敬堂，哎，公子，若我是客人，我把药单弄丢了怎么办呢？没事儿，我有账单。不瞒您说，公子，我还从来没有记错过账呢。您看，这是这个月的大宗账单，这是这个月的小宗账单。哦，对了，小喜上个月也来这儿买过药。哦，小喜，对，上个月的账单你都记得清楚，这么厉害。您看，敬堂，哎，我让你去管一家更大的药铺，怎么样？若是公子信任我，敬堂一定好好打理，细心经营。这上面的字可都是你写的？对，是我写的。那你再写几个字我看看。好。叶生小姐，公子，这字写的的确好看。嗯，的确比你写的好看。实话实说。哎，燕生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你是问你哥哥和嫂嫂的去向，他们刚刚走了。哎，燕生，燕生，燕生，这季敬堂办事沉稳，心细如发，我看是真心不错。哎呀，三公子回来了！哎呀，二位请请请。等会儿就送你们去见阎王。累死我了，我睡觉去了。哎，等等，这哪有大白天就睡觉之理啊？我有件事要跟你商量一下。我想让季敬堂来咱们祈福理财，咱们祈福事务较多，也需要一把好手来打理，你觉得呢？嗯，他是能担事儿的人，那我先睡觉啦。
什么不能躺？床上有东西。叶生，你会说话了。你别哭啊，燕生，有什么话你慢慢说。燕生别哭，哥哥和嫂子都在这儿，有什么话慢慢说。我刚才看见王胡子从门外拿东西往床上放。把手帕给我。毒针，我精明了一辈子，没想到老了，我引狼入室啊！他先是坑害寂静堂一家，然后又毒哑了师太，现在竟然算计到我和天磊头上。奶奶，如果我们齐府也让虎狼称霸，蛇蝎作祟，那我们家的家命就是真的走到尽头了。我真是老糊涂了。奶奶，可这眼下还来得及啊。什么来得及？我想将计就计，让柯世昭再做一次恶。再做一次恶？我们一定要让他暴露自己的真实目的。先说这毒药，他从来只送汤药不留药渣，一定会一口否认。再说毒针，我们没有亲眼抓到他布置，王胡子也会一口否认，还会说燕生是看花了眼。所以我们一定得抓到柯世昭人赃并获，才能戳穿他。燕生，你找我有事？哟，刘师傅，您回来了，好久不见。刘师傅，在下还有急事，就先行告退了。燕生，奶奶，这些年我一直都在装哑巴。快和老太君说出你的难言之隐。那是3年前的事了。那年夏天夜里下了雨，我从院子里经过。
起来说话。燕生妹妹，既然如此，为何不把此事告诉老太君，反倒自己装哑呢？第二天，我本来要向老太君禀告此事，谁料方小巧见我神色慌张，便让我留在暖阁。没一会儿，柯世昭就来了。他几番试探我，我都咬紧牙关，不肯说漏了嘴。柯世昭心生怀疑，威胁暗示，说自己在齐家已经是一手遮天，大哥哥和二哥哥也已经名丧黄泉，三哥哥也危在旦夕。我和我娘若是想在齐府活下去，就得听他的。实在是太过分了，竟然用这种事情威胁你。后来，柯世昭虽然不知道我当晚所见，却也明里暗里威胁我，说我娘身体不好，要我好好看护她，别管齐府里的事情。我怕我若说出实情，他又会对我娘下毒手，所以我记得二哥死后没几日，你高烧不退，醒来变成了哑巴。所以燕生，也是为了打消柯世昭对你的顾虑，保护自己和你的母亲，才故意装病。我真是老糊涂了呀！我竟然听信了一个狡诈之人，让他害死了我的2个孙子，还让我的孙女儿遭受到如此的劫难。对不起，孩子，对不起，天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对不起，齐家的列祖列宗啊！奶奶，您不必感到自责。你如今既已经看清楚那人的丑恶嘴脸，那就一切都还来得及。奶奶，我们还在您身边呢。好，有你们在我身边，我能撑得下去。依我之见，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，逼他狗急跳墙。天雷，弟妹，终于，你们俩终于死了。来人，来人！少爷，去把王胡子叫来。是。少爷，您叫我？怎么
们已经过了这么久，还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这毒针我确实放进去了，会不会有可能他们还没回房间呢？是不是你办事不力，出了什么纰漏？少爷，你放心，我王胡子办事绝无任何纰漏。说，你在放毒针的时候，有没有被旁人看到？绝无第三个人看到。这个事儿就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绝无第三个人看到，绝无。过来。你还不去三少爷房间盯着，去看看到底有没有张氏？是。那边捞一下，捞仔细一点。好，哎，你去那边捞，那边捞。哎，对，那边有没有啊？右边，对，就那儿。你看，我就说这王胡子会来吧。你说咱俩现在要出去，我得把他吓死。哼，他肯定以为我们俩是诈尸呢。那边看一下有没有啊？哎，你去那边捞一下。哎，你去那边捞一下，仔细一点啊！那边捞仔细一点，你俩有没有啊？哎，在这儿，我找到了！快！走！哎，捞到了！三少爷，捞到了！救命啊！救命！王胡子，你在水中作甚呢？摸鱼。他呀，真是愚蠢至极。这王胡子可是又蠢又狠，要不是燕生提醒，你我二人还差点就一命归西了。玉壶天磊，这招守株待兔终于奏效了。可能连王胡子自己也不知道，他现身的那一刻才是他报复的那一刻。前段时间冰燕姐姐来府中的时候就告诉我们，要警惕柯世昭，这不他就露馅了。冰燕姐姐可真是我们的福星。冰燕来过这儿。天磊，她为什么会来祈福？师傅，这可又是天大的一件巧事了。这柯世昭派人偷偷去扬州，请杜老爷来咱们祈福，利用杜老爷来戳穿玉壶的身份。可谁曾想，这个时候杜冰燕偏偏从边城回到了扬州便女扮男装，跟着杜老爷一同来到咱们祈福。一个真的杜冰燕叫这个假的杜冰燕妹妹。你别说柯世昭被弄得晕头转向，就连我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呢。你别说，冰燕还真是及时雨，助力你们二人。天磊，冰燕是何时到的林州啊？5月初4。又是几时去的扬州？住了2个晚上，5月初6。哎呀，坏了，他们帮了你的忙，却坏了自己的大事。什么大事啊？这袁不屈本来是受杜冰燕之意办事的，办完事情之后，便急匆匆地赶回了扬州，去接杜冰燕回去。算起来，恰巧是5月初4的前后，看来他要扑空了。扑空倒不至于，袁不屈将军应该会等冰燕姐姐回去的吧？就怕他不会在扬州多待，选驸马的事情还没有完全解决。万一皇上召他回京呢？那他也会留口信给冰燕姐姐吧？这边巧了，就怕那边没那么凑巧啊。小豹，这边看看去。朱爷，请问袁大将军住在这儿吗？不知道。
那你知道他住在哪儿吗？不知道。好吧，多谢。多谢君爷。小姐，咱们找了这么久还没找到，这么大的地方，这简直就是海底捞针啊！哎，小胖，啊，你可知这市井之地哪里的人最多？哦，天桥，那儿有杂耍的，还有说书的，热闹得很。京城来的人都爱去那儿凑热闹。没错，你呀，去帮我寻一个最会说书的说书先生来。说书先生？哦，那我去了。去吧。多谢大家捧场，多谢大家捧场。各位看官，今日啊，咱们继续说京城独一份传奇故事第6回，定北侯大战边城，黑豆记再破敌军。好，多谢多谢。先生这几日说的故事是越来越精彩了，大家伙说是不是啊？多谢多谢多谢各位捧场。先生说的讲特别好，真是就是爱吊人胃口。话说定北侯在边城，戍守边疆数日。就是这位说书先生，说咱们将军守卫边城的故事说的可好了，一件一件的事儿都跟他亲身经历一样。这京城里好多人都来听，都传开了。真的假的？一个京城说书的能知道咱们打仗的事儿？真的。话说这定北侯在边城戍守边疆数月，这城池固若金汤，敌军狗急跳墙，围攻边城。定北侯巧施妙计，以黑豆诱食敌军马匹，再取大捷。各位看官，为何小小黑豆竟能立下奇功？且听老夫慢慢分解。谢谢谢谢啊，感谢感谢。各位看官啊，书节到此，咱们明日再说啊。诸位军爷有礼了。先生，您怎么会对我们边关打仗的事情了解得这么清楚？小老儿结识了一位亲历战场的公子，他说的那都是真实的事情。军爷，您要不信，可以亲自去问他。看来这位公子一定是我们军中同胞啊，这我得去看看。那先生知不知道他现在在何处？哎呦，那可太巧了，他呀就住前面的客栈。到了客栈啊，一问店小二便知。多谢。杜公子，有人找您。我去开门。大人。评委。杜宾。我可算找到你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是特意让说书人说出我们营中的遭遇，好让我过来找你。你这也太聪明了吧！我那也是没办法了吗？这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咱们回府里说。回府。走了，小胖。好嘞，杜宾，请。坐吧。少夫将请用茶，公子请用茶。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你这个当了驸马爷的人，是和以往不一样了，风度做派都大不相同呢。哪有啊，嫂子你就别取笑我了。
我可能是在京城待久了吧，总不能一直像之前在军营那么肆意散漫，对吧？哎，嫂子，这还不都是因为你？之前我跟舅舅舅妈串通一气，帮我大哥解了围，结果给我自己弄成了这副模样。怎的？你还不乐意了？倒也不是不乐意，就是你说我杀平威，何德何能，能摊上娶公主这种好事儿？你呀，这个驸马爷，那叫憨人有憨福。这赐婚圣旨还没下来呢，什么时候当上驸马爷还不一定呢。哎，你倒是跟我说说，你何时来的京城？为何又是这身打扮？这件事可说来话长了。这前不久啊，你大哥他突然……公主驾到！评委，待会儿见了公主就说我是医徒，别说我的身份。哦，行。公主，这位是杜宾，我当时在兵营的军医小兄弟。军医杜宾见过公主，免礼免礼。啊，评委，你有这么俊俏的小兄弟，我怎么才知道啊？早知道我就不找你了。你说什么？逗你玩儿，别介意啊，快请坐。我这个人啊，喜欢开玩笑。哦，对了，你此次来京城，为何是这身书生的打扮呀？哦，边城战事结束之后，我便回乡探亲，于是换了这身打扮。那除了探亲，你还做什么呀？此次来京，说是办公务，其实更是办我的私事。私事儿？啊，私事儿有趣吗？这件事说来话长了。之前原部区袁大将军在打仗的时候，曾经中了一支毒箭，当时他生命危在旦夕，幸亏我的师傅传授了我一招解毒的秘方，这才让他渡过难关。但是他伤还没好，又不听劝阻，重新上阵杀敌，这才给他自己留下了祸根呢。什么祸根？100日之后必定复发。真的吗，评委？对对对，我大哥平时生性比较鲁莽，所以给自己留下了祸根。而且公主，这个病一旦复发，就算华佗在世，那也无法挽救。我在家乡的时候，突然想到这件事，于是便来到京城，到处寻找将军。只要将军能在100日之内服下我的药，便可安然无恙。我算了算时间，我必须今日就见到他。若是将军真的在京城，找到他也不难。这样，你稍等片刻，我去叫个人打探好将军到底在何处，回来立刻告诉你。多谢公主。客气。小傻瓜，我走啦。谁是小傻瓜？你。走啦。走。快到了，在这儿。杜宾，你们先在这等我，我先自己一个人进去看看。大哥，我可找着你了。品威，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你来京城，为什么瞒着我？我这不是病了吗？那你都病成这样了，怎么不找个大夫好好瞧瞧？这有病不看可不行啊！也不是什么大毛病，歇2天就好了。哎，我特地给你找了一个名医。不用我看了，让他们走吧。
你可是未来驸马爷，来，快请坐。哎，大哥，你坐，你先坐。你不要再这么叫我了。好，好，好。你知道我这次给你请的是什么名医吗？什么名医？它是轰动整个京城的扬州名医。扬州名医。扬州还真是人杰地灵啊！你知道它有多神吗？一根线搭在病人的手腕上，不用面见病人，就能直接推断病情。看看，怎么样？哦，公子，你好聪慧啊！嫂子，我跟大哥都说好了，你只要一直站在这就行，咱们就这样。大人请，你请。大哥，这就是神医的学徒。小的郭海，拜见将军大人。免了，免了。好了好了，赶紧给大哥看病吧。将军大人，您坐着呢，千万别乱动。先生有什么话，我替您传达。好。特别准。将军，我家先生说了，您这病起自南方，犯病于扬州。先生还说了，您这次害的是相思病。行了，你别在这儿来回传话了，赶紧去先生那儿把药方拿来吧。大哥，就凭这一条红线号脉，就能给你说的这么准，这个先生是不是特别神？将军，去吧去吧。月已明，花已放，事悠悠，人和和。子任。夜雨伴随扬州行，一人撑伞两肩并。我伴飘零，许你满天深情。夜雨无声人有情，不负真心不负语，不负人间亦不负情。山高水远情不离，良辰美景透出深情相依。夜雨柔柔人有意，姻缘作对须惋惜。郎情妾意，此情不移。郎
冰燕啊，你什么时候给我生一个重孙子呀？啊！奶奶，快了，快了。好，好。这个柯世昭，奶奶，放心吧，奶奶我不是那种心软的人。他柯世昭在咱们齐府做了那么多恶事，是时候让他自食其果了。奶奶，我们的计划一定会成功的。好。这么多金银财宝，你要去做什么？我当然是要去做重要的事了。这一次，你怎么舍得不用那个王胡子呀？最近这家伙晦气，这么多件事，没有一件是我信的。我早就说过他是一头蠢驴，你就是不信。好了好了，不说他了。我此次叫你来是有重要的事情。来，你是要告诉我老太君的事？正是。快说，那个老太婆的金银财宝藏在什么地方了？她的金银财宝就藏在她的卧室里。不会的，那房间能藏金银财宝？我每天都打扫，每个角落有什么我都知道。她的卧室里一定还有另外一个房间。你意思是，老太君屋里另有密室？我伺候了这么多年，我怎么会不知道？我曾经多次送大笔的商行货款去他的卧室，你曾有见过他把银子往外拿？没有哎。那你打扫房间，可又曾看到过银子？什么值钱的都没有。这就是老太君的厉害之处，他的卧室当中一定有一间密室。可是，这间密室的门究竟在哪里呢？小角，在此事上，你一定要多加留心。如果看到任何蛛丝马迹，要立刻告诉我。好。你妥善行事，我去就回。想要这银子，就把我说的事干净利落的做好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把他们都给我杀了。没问题，少爷放心。事成之后，这赏金多加一成。好。柯少爷，小小，如何了？没关系，反正要弄清此事，也不是1、2天就可以的。对了，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你就盯紧老太君，记没记住？
这一次，就让我们自己来制造机会。外祖母，您看看，这是本月14架上行的利剑，请您老过目。好，就放这儿吧。世昭啊，辛苦你了，去休息吧。好，外祖母，那世昭就先行告退了。去吧。我伺候他那么久，我竟然不知道那神龛上面有机关。我和你说过呀，这正是老太婆的厉害之处。对了，那个神龛是怎么移过去的？机关又在何处？你可看到了？我正看着呢，不小心踢到一块石子，发出声音，吓我一大跳。再抬头的时候，那个老太婆就不见了。小巧，我们俩将来的荣华富贵，可全部都在你手中。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你知道的。小巧，神龛昨天不是擦过了吗？怎么又擦？啊，回老太君，昨天是用湿抹布擦的，干了之后有水印，今天用干抹布再擦一遍。哦。哎呦，哎，我的头簪是不是少一个呀？赶紧给我找，你这个小糊涂虫！是。老太君，您的金簪好像在这儿。哦，是吗？让开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们下去吧。是，是。快点下去。
天磊，这柯世昭的罪行都一清二楚的了，直接把他送官不就行了吗？为什么奶奶还要演上这么一出啊？不是不报官，是因为时候未到，得逼到狗急跳墙之时，再抓他现行。那狗怎么样才会急？天机不可泄露。你不相信我？啊，你还说我？你说你啊？你就是嘴太快。哎呀，你就告诉我嘛。行，那我就告诉你。好啊，你这个坏蛋！我让你告诉我，今天占我便宜。我说，你先放下。我说个屁！你这个人，言归落汤心，一叹不知